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推荐一本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书籍，每一句话语都做着别的眼睛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哲学家、文化学家瓦尔特·本雅明 （Walter Benjamin）。尽管本雅明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写作风格闻名于世，但这本书却以一种更为贴近生活的方式，探讨了语言的力量，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语言与世界互动。瓦尔特·本雅明，这位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的思想家，以其对现代性、资本主义和语言哲学的深刻洞察而著称。在每一句话语都做着别的眼睛中，本雅明以其一贯的敏锐和深刻，揭示了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，更是我们理解世界、塑造自我和影响他人的关键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，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语言学的学术著作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通过语言提升自我、影响他人和改变世界的实用指南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每天所说的话，以及这些话背后的力量和影响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经因为一句话而改变了对某件事的看法，或者因为某人的一句话而受到鼓舞或打击？语言的力量是如此强大，以至于我们常常忽视它对我们生活的深远影响。第一部分，语言的力量，每句话都做着别的眼睛。本雅明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：每句话都做着别的眼睛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们的每一句话都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，更是我们内心世界、价值观和情感的投射。语言不仅仅是工具，它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，是我们影响他人和被他人影响的关键。本雅明认为，语言不仅仅是符号的集合，更是我们思维和存在的体现。每一句话都承载着说话者的意图、情感和价值观，同时也影响着听者的认知和情感反应。这种互动关系使得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，可以塑造我们的现实，影响我们的决策，甚至改变我们的命运。一、自我反思。通过反思我们每天所说的话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。例如，在与他人交流时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：我这句话的真正意图是什么？它会对听者产生什么影响？书中提到，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园，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桥梁。通过这种反思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情感状态，从而更好地与他人沟通。二、积极沟通。在与他人的互动中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使用积极、鼓励性的语言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我们可以用积极的语言激励团队成员，而不是批评和指责。书中引用了一个案例：一位经理在面对团队的低落士气时，没有选择批评，而是用鼓励的语言激励大家。最终，团队不仅恢复了士气，还超额完成了任务。这种积极的沟通方式不仅能改善人际关系，还能提升团队的整体效能。第二部分，语言的共鸣，语言如何影响情感。本雅明在书中深入探讨了语言与情感的关系，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，更是情感的传递者。我们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情感，这种情感会直接影响听者的情绪和反应。情感共鸣是语言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我们用情感丰富的语言与他人交流时，更容易引起对方的共鸣，从而加深彼此的理解和联系。本雅明认为，语言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触动人心，引发情感共鸣。一、情感表达。在与他人的交流中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，而不是仅仅传递信息。例如，在与朋友交谈时，我们可以用“我感到”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泛泛而谈。书中提到，语言是情感的桥梁，通过它，我们能够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内心世界。这种情感表达不仅能增进彼此的理解，还能加深彼此的情感联系。二、同理心倾听。在倾听他人时，我们可以用同理心来理解对方的情感和需求。例如，在与他人交谈时，我们可以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，感受他们的情感和需求。书中引用了一个案例：一位心理咨询师在倾听患者时，不仅关注患者的话语，更关注患者的情感和需求，最终帮助患者走出了困境。这种同理心倾听不仅能改善人际关系，还能提升我们的沟通效果。第三部分，语言的塑造力，语言如何塑造现实。本雅明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：语言具有塑造现实的力量。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我们的世界，影响着我们的未来。语言不仅仅是描述现实的工具，更是构建现实的力量。通过语言，我们可以定义问题、设定目标、规划未来。本雅明认为，语言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影响我们的认知和决策，从而塑造我们的现实。一、目标设定。在设定目标时，我们可以使用积极、具体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目标。例如，在制定计划时，我们可以用“我将”的句式来设定明确的目标，而不是模糊不清。书中提到，语言是我们梦想的载体，通过它，
我们能够将梦想变为现实，这种目标设定不仅能增强我们的行动力，还能提高我们的成功率。问题定义，在面对问题时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用积极的语言来定义问题。例如，在遇到困难时，我们可以用这是一个挑战的句式来重新定义问题，而不是消极对待。书中引用了一个案例，一位企业家在面对市场困境时，没有选择抱怨，而是用积极的语言重新定义问题，最终找到了新的市场机会。这种问题定义方式不仅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，还能引导我们找到新的解决方案。第4部分，语言的互动性，语言如何影响人际关系。本雅明在书中强调了语言的互动性，指出语言不仅仅是单向的传递，更是双向的互动。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际关系。语言是人际关系的纽带，通过语言，我们可以建立联系，增进理解，解决冲突。本雅明认为，语言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互动，从而塑造我们的人际关系。有效沟通，在与他人的互动中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使用有效的沟通技巧。例如，在表达意见时，我们可以使用我觉得的句式来表达个人观点，而不是强加于人。书中提到，语言是我们与他人沟通的桥梁，通过它，我们能够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。这种有效沟通不仅能改善人际关系，还能提升我们的沟通效果。冲突解决，在面对冲突时，我们可以用建设性的语言来解决问题。例如，在与他人发生分歧时，我们可以用我们可以的句式来寻找共同点，而不是对抗。书中引用了一个案例，一位调解员在处理家庭纠纷时，用建设性的语言引导双方，最终化解了矛盾。这种冲突解决方法不仅能改善人际关系，还能提升我们的沟通效果。通过以上对每一句话语都做着别的眼睛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的力量是如此强大，它不仅影响我们的内心世界，还塑造着我们的现实和人际关系。本雅明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每天所说的话，以及这些话背后的力量和影响。我呼吁大家，从今天开始，有意识地关注我们的话语，用积极、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情感，用同理心倾听他人的需求和感受，用建设性的语言来解决冲突和建立联系。让我们记住，本雅明在书中所说，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园，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桥梁。通过语言，我们可以改变自己，影响他人，甚至塑造我们的未来。让我们用语言的力量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。每一句话语都做着别的眼睛，让我们用心说话，用爱倾听。希望大家在阅读每一句话语都做着别的眼睛后，能够获得新的启示和力量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，并从中受益匪浅。